虽然这次我们伤亡不少，但我相信裴勋那老家伙也损失惨重。总体来说，也算不辱使命。不辱使命。每一场仗都是两败俱伤，再打下去，还有什么意义？现在督军的位置已经保不住了，现在只有保住军队和地盘，才有东山再起的希望。这是决定徐家未来的生死之战。再这么打下去，不用别人来收我的兵权，我们的军队已经打光了。督军下的死命令，少帅难道要违抗军令吗？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猜我是谁？干嘛，老苏？真没劲。不是，你怎么来了？谁让你把我一个人丢在上海的？这没有狐朋狗友作伴的日子，哎呦，真是太难熬了。我可得找你算账。算账？你个重色轻友的家伙，不去找你的顾小姐，来看我这电灯泡干嘛？到底是上过战场的人，说话都有火药味儿了。我的腿，我的腿！求求你们了，小心点！求求你们把我的腿知道了，少帅。求求你们了，把我的腿。还好吗？没事。我副帅派你来的。怎么，怕我抢你功劳啊？你不该来的。知道副帅为什么派你来劝我吗？你父亲都劝不回来的一头犟驴，除了我这个胜似亲兄弟的发小，还有谁能把你劝回去？这只是其一，更重要的是，你是苏督军的儿子，他想把你卷进来，就是想把苏家也拉下水。好逼裴家让步。你既然知道你父亲这么处心积虑，干脆跟我回去吧。我要是真回去，就没人在意这些士兵的死活了。来的时候我说得很清楚，都是徐家的军人，命都只有一条，要走一起走，要死也一起死。你回去吧，就说劝不动我，副帅也拿你没办法的。好一个要走一起走，要死一起死！你这么讲义气，我老苏也不会怂，我肯定不会丢下你不管的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要是卷进来，就真的走不了了。我当然知道。逼裴家让步，你父亲想怎么逼裴家让步？裴勋想逼我副帅下野，交出军队。我副帅以保住徐家兵权为底线，坚决不肯交出军队。他拉你下水，就是想把你当做这场战役最后的筹码。裴督军只要保住了徐家的军队，那这场仗大可不必打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既然已经在水里了，为了你，
我也得扑腾点水花出来。带我去见你们的长官。左参谋，这不是苏督军家的公子吗？没错，是我。没想到您还记得我呀？哼，怎么不记得？早前我给裴督军当副官的时候，你拉着我们家少帅逃学出去玩，害得我们家少帅可没少挨督军的鞭子。你们这裴家的人，还真是记仇。我说公子，这可是战场啊，你来干什么？徐公子和裴公子都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呢，最不愿意看到的，就是你们自相残杀。你们这样打下去，也不是个办法。要不，各退一步。哼，你是来给徐家做说客的呀？我这是调停，不是谁的说客。你们这仗多打一天，你们两边都得死人。徐督军下野，必须交出军权，这没得商量。这交出了军权，又能怎么样？那些军队打散参列到你们队伍中，就不怕混进个奸细？这叫贪多瞧不烂。你们要是再打起来，我就往战场中间那么一站，我看你们谁敢开炮！你小子还想上战场啊？我这就给你绑了，送到你爹那儿去。谁敢动我？废物，全都是一群废物，被苏家那小子横插一杠，你们几个竟然连一点风声都没有。爹，息怒。都是你那个好兄弟苏洪琛，昨天下午闯入我的军营，用枪顶着自己的脑袋，要替徐家出头。他算哪头算呢？啊，他如果不是苏家的人，谁会在乎他那条烂命？爹，是我不对。要是听了您的话去了前线，也许还能找老苏谈谈。呀呵，啊，难得啊，从你的嘴巴里能听出认错的话。这太阳打西头出来了。爹，以前是儿子太不懂事，只顾自己的好恶，却忘了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。这次战况惨烈，我不止一次的想，如果我去了前线，对手是光耀，也许我们裴家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。这顿鞭子没白抽，给我记住喽！这句话说的像句人话。爹，事已至此，我们既要对付徐伯钧，还有地方革命军，但是绝对不能再得罪苏家了。不过你那个发小苏洪琛，看来是铁了心了，要站在徐家那一边了。我不认为老苏这么做，是站在徐家那边。这场仗打下来，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。您曾经说过，如果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问题，绝不愿折损我们裴家一个好男儿。可如今，徐家死战不退，就算搞垮他们，恐怕我们自己也会伤筋动骨。这场仗，老子师出有名，我有十足的把握，徐伯钧那个老狗不会有任何胜算。如果我们付出一切代价，胜利肯定是属于我们的。可是现在，光耀、老苏都在前线，如果伤了他们的性命，不仅会得罪苏家，还可能会导致舆论反转，谴责我们。此话怎讲？光耀是徐家的独子，名声一向很好，
倘若他战死沙场，就是让徐家断了后，反而会为徐伯钧博得同情，那我们之前辛辛苦苦翻案的努力就白费了。少帅说的是有道理，给左参谋发电报，命令部队后撤20里，暂时休战。是。然后再告诉徐伯钧，只要他乖乖地交出手中的军队，只要他愿意辞去越城督军之职，我可以任命他为华东4省经略使。是。这徐伯钧输了官司，反而升了官，怎能服众啊？大家肯定会质疑，这徐伯钧到底是有罪还是没罪？哎，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叫名声实贬啊！管他有罪没有罪，只要老徐乖乖地交出手中的军队，什么经略使、巡阅使，就是大总统都不好使。如此反复，老百姓还能相信我们吗？妇人之仁，让他们信你没有用，得让他们怕你才有用。裴勋应该是怕得罪苏家，投鼠忌器，所以主动提出了停战。我派苏洪琛去前线，不但是看中他和光耀是发小的情分，更看重他是苏家公子的身份。他和光耀是发小，可以帮我把光耀带回来，而他苏家公子的身份，则可以逼裴勋停战。我跟裴勋这盘棋不分胜负，几乎成了死局。而苏洪琛这步活棋一走，我们立马就有了生机。督军果然是深谋远虑，这裴勋不但主动提出了停战，而且他还公开表示，若是您交出了军队，他就保举您做4省经略使。4省经略使不过是挂了名的虚职而已。他想用这个花架子要我手中的军队，他门儿都没有。你告诉裴军，越城督军我可以不做，北京政府的职务我可以让给他，但他休想动我一兵一卒。报告。督军，按照徐副官的安排，我们找到了少帅调查军火走私一案的几个成员，他们确实是为裴家私运军火。他们还交代，司令部晚宴当天刺杀少帅的那几个刺客，并不是革命党，而是他们自己人。果然是裴勋这老小子干的，这话就说通了。光耀查到他们见不得人的买卖，裴勋认为刺杀光耀的事情瞒不住了，所以裴勋就借给穆家翻案的机会，他想整垮我。光耀这个孩子呀，妇人之仁，他想要息事宁人，却给别人送了把刀来对付我。督军，既然裴勋已经有把柄落在了我们的手上，我们何不以此机会牵制一下他呢？哈哈哈，人算不如天算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裴勋正准备接任我北京政府的职位，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丑闻，那裴家可就颜面扫地了。我看看他还有什么底气跟我讨价还价。少帅，这是许伯钧借来的钞票，他想用这些钱买回他的军队，看见了没有？你还说什么？说徐光耀一片好心瞒着徐伯钧，说什么他想息事宁人，想化干戈为玉帛，狗屁！真正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他们才是真正屁股坐着一溜炕爷的亲爷俩。爹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瞒着你的。徐伯钧现在手里攥着我们的把柄，他说如果我们答应放回他的军队，他就把这些事情烂在肚子里，否则的话全部公之于众。本来我想趁此机会打垮徐伯钧，现在倒好，到了这个节点上，他倒掐住了老子的脖子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一招